华夏蛮夷，你们真是大大的蠢！口口声声说自己5000年的文明，却连一道能上得了台面的菜品都做不出来。你们的所谓文明，怕不是假的吧？松井一郎，休要欺人太甚！我华夏自有傲骨，不会向弹丸之地认输的。不会认输？你们华夏连半张食谱都没有，而我樱花国的厨师3岁便开始学习传世技法。我真服了，怎么无论在哪个世界，樱花国都这么爱搞事儿？真是狗改不了吃饱了。我叫林月，本是华夏古食部传承人，却穿越到这里。这个世界美食即道统，各国借美食掌控时运，时运擂台采决万国兴衰。而华夏在1000年前遭遇诡异浩劫，美食文明彻底乱诞，食谱焚毁，技法失传，自此沦为美食末流。国土时运被不断蚕食，濒临覆灭。这樱花国也太嚣张了！若论军事、文化、经济，我们华夏都在世界之巅，唯独美食是短板。可偏偏国家的时运都寄托在美食上。要是能有人站出来就好了，哪怕赢1场，也能让华夏抬抬头。李宗长，陈老的时运流失速度超出预期，再这样下去，不仅比赛输定，他本人也会被时运反噬，耗尽生机。罗盘感应到他的时运本源已经枯竭，樱花国这是蓄意要彻底断绝我华夏的参赛希望。连陈老都无力回天，华夏时运真的要彻底没了吗？让后勤组随时待命，一旦陈老出事，立刻启动医疗应急预案。华夏国再输1场，排名垫底。如果你们再没有人出战，将失去最后一丝时运。哟西，今日你们若再无人应战，那华夏国就彻底沦为美食附属国，从此每年上贡半数资源，收我樱花国驱使100年。谁说我华夏无人会做菜？这个年轻人竟然和华夏时运共鸣了！樱花国，你们是不是小日子过得太好了？真当我华夏没人？哪里来的野小子，赶紧滚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不客气，正合我意。我倒想看看，到底是你的骨头硬，还是我华夏的脊梁更硬。我叫林月，若是想让华夏胜，就让我上场。华夏能赢，乃我毕生之愿。可我樱花国顶级厨神既已登峰造极，我看你乳臭未干，何以与之匹敌？华夏数千年文明，岂容他国评头论足？何况对手是樱花国，就更来劲了。我们华夏国本不该如此狼狈，是时候改天换地了。身上有华夏时运的共鸣，是童颜气息，而且纯度极高，远超我们现存的任何一位厨师。或许这就是华夏的转机，但不能掉以轻心，立刻让人去查他的底细。无名之辈擅闯美食擂台，按万国时运法则，可直接驱逐出场。刚刚你说话时，我能感受到时运波动。小伙子，我愿意相信你一次。他非无名之辈，我愿把华夏十宗的信物传给林月，他有资格代表华夏国迎战樱花国。华夏十宗，是时候让这个世界见识一下华夏美食的荣光了。在我敌国的雌身面前，你们都是败者。若你输了，不仅华夏被我樱花国驱使，你还要跪在我樱花国时运碑前，永世忏悔。你们这些倭人，还把自身当宝贝了。说白了，这玩意儿就是我华夏玩剩下的边角料。就你们这点三脚猫功夫，也敢在华夏面前班门弄斧？滚下去！滚下去！滚下去！华夏选手松井一郎的刺身技法已获世界认证，乃顶级水准。恶意诋毁顶级料理将受到惩罚。我们华夏
哪有能媲美刺身的美食啊！别逞强，不然会连累华夏被追加惩罚，那就将彻底失去参赛资格，沦为附属国了。嘿嘿嘿嘿，你们华夏人果然没什么真本事，只会吹牛皮。哼，华夏真是走投无路了，找了这么一个毛头小子来丢人。松井大人可是我们樱花国的顶级厨师，一根手指就能碾压他。等华夏时运归我们所有，哼，我们就更有机会完成东亚共荣的大业，完成樱花国的复兴。哈哈哈哈哈！华夏果然是穷酸之地，只有这种劣质食材，你拿什么和我的顶级食材比？他竟然选择这么普通的食材，和樱花国的高级食材简直天壤之别。我们又要输了。拿这种廉价货跟我比，你这是在侮辱厨师这个职业。鱼不分贵贱，但杀鱼的人分高低。今日教你什么是老祖宗的规矩。这小樱花国的厨子真狂，等着瞧，我们华夏的小伙子肯定能收拾他。话别说太满，樱花国的刺身技法确实公认顶尖，华夏时运衰弱这么久，赢面不大。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？你还是不是华夏人了？他选择如此普通的食材，除非他能靠极致的技法激发食材本身的鲜味，否则我们毫无胜算。极致的技法，可这千年来没人做到过。这种食材也想与我们敌国的料理相抗衡，简直可笑。井底之蛙，你们根本没见过真正的华夏美食精髓。我大樱花帝国的刺身料理，你们华夏只有仰视的份。樱花国的刺身不过是华夏古早余生的拙劣模仿，论这个，华夏才是你祖宗。你看好了，这是我大樱花帝国的顶级刀工樱花乐。你一个连烹饪技法都没传承的华夏人，能做到吗？今日我便用南北朝时期的金鸡玉块引成。金鸡玉块以江东鲈鱼为材，刀工是薄如蝉翼，后方软剑纹路。这道菜讲究刀如清风，酱若流金，早于樱花国刺身千年，其精髓你从未参透。这刀工完全不输松井一郎啊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华夏人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刀法？你究竟耍了什么花招？花招？这不过是华夏最普通的刀工罢了。我们华夏人人均切菜大师，我这水平比邻居家的大妈还差点。挥刀落刃，分寸不差，刀骨无痕，妙手天成。这真的是我们华夏的刀法吗？八嘎！刚刚我没发力，现在我要使全力了。松井一郎的樱花乐已经炉火纯青，他居然还说自己未尽全力。难道他还有别的技法？看来樱花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厉害。难道我华夏难逃这一劫了吗？让你见识樱花国刺身的终极奥义——樱花切血。好一招樱花气血，鱼肉被精准分离，血丝顺着刀刃，却未沾染鱼片分毫，这能让每片金枪鱼身都泛着胭脂般的光泽。食材本源之力被极致激发，时运波动竟然达到了 A 级，这样的技法真是少见。哇，厉害！哇，樱花国能有这样的水准？嗨，华夏国看来是没戏了。松井大人必胜！华夏小子赶紧投降！金鸡之金非金玉之金，乃香茅、柠檬调配之酱料，色泽如金。金鸡玉块，鱼鲜与酱香相融，入口即化，如沐春风。
它的酱料居然能泛起金色光辉，宛如流动的碎金。这香味竟然如此浓郁，让人闻了精神一振。这光芒是华夏时运复苏的迹象啊！亮了，华夏的光柱亮了！这小伙子真有本事，必须记录下来，这是华夏时运复苏的见证。还没出结果呢，别高兴太早。樱花国的实力还是很强的。装神弄鬼，不过是些普通调料，能有什么用？鱼片居然瞬间吸收了酱料。金鸡玉块，你就吃吧，一吃一个不吱声。这口感，这香气。裁判长，赶紧宣布结果！华夏的垃圾菜品根本不配与我的樱花切雪相提并论。怎么回事？我的时运怎么在流逝？快看，这光芒是华夏美食被认可后自然觉醒的文明实验。华夏的时运终于要复苏了吗？裁判长，品鉴结果似乎该公布了。松井一郎的樱花气血，技法精湛，食材优良，时运波动 A 级；林月的金鸡玉块，刀工卓绝，酱料精妙，食味醇和，时运波动 S 级。不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一个华夏小子用劣质食材，怎么可能做出 S 级的菜品？裁判长一定是被收买了。我不接受，这结果无效，我要终身别视。万国时运擂台结果一经宣布，不可更改。质疑裁判按扰乱擂台秩序论处，扣除樱花国1成临时时运。你给我等着！我大樱花帝国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小林，此役大捷，华夏时运复苏了。我代表华夏的子民再次谢过你。客气了，守护华夏本就是我该做的。这是什么级别的时运波动？压迫感太大了，比松井一郎强太多了。是 S 级，绝对是 S 级的时运气息。樱花国居然还有这样的底牌！华夏的小鬼居然能做出 S 级的菜品，不过你以为用一道菜赢了松井那个废物，就以为能挑战我大樱花帝国的威严了吧？哼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是德川信长，樱花国3大时运宗师之一，传说时运已经达到 S 级，擅长樱花国皇室秘传的怀石料理，实力远在松井一郎之上。S 级，看来小樱花还真是沉不住气，连压箱底的人都派出来了。八嘎！祭拜你这种劣等种族的厨师，本不需要我樱花国倾尽全力，只是松井丢了我大樱花帝国的脸面，我必须亲手讨回来。看这巴掌大的北海道海胆，这花菇至少得有300年了吧？这顶级和牛还散发着浓郁的金色光晕，比松井一郎的食材等级都高出不止一个档次。我要用大樱花帝国的皇家料理，彻底碾碎你们华夏所谓的美食传承。是德川信长，传说他的怀石料理能引动天地灵气，堪称 S 级菜品的典范。他的时运气息太霸道了，
林月刚刚经历一场大战，时运还没有完全恢复，这一战胜算不足3成。这是樱花国的阴谋，他们想趁你刚打完比赛，状态还未恢复，一举将你击溃，彻底断绝华夏时运复苏的希望。根据万国时运联盟补充条例，败者有权向对方发起加赛挑战。既然德川信长宗师主动发起挑战，本裁判长批准此次加赛，华夏选手林月，你敢应战吗？有何不敢？你们樱花国想战，我华夏便接战。只是我要提醒你，可别像刚才那位一样，输不起就耍无赖。松井那废物就该切腹谢罪，我会让你知道得罪我大樱花帝国的下场。啊，他的刀工比松井一郎更加精湛，每一刀都恰到好处，将和牛的筋膜完美分离，肉片薄厚均匀的如同机器切割。看好了，这是我大樱花帝国的顶级刀工，过阴无痕。华夏的蛮夷永远也学不会这样的技法。快看啊，樱花国的时运光柱暴涨了，光芒要将华夏的光柱彻底吞噬了。五花肉、面粉，华夏国选手就想这些？德川宗师可是要做皇家怀石料理，居然拿这些家常食材来应战，这和德川宗师的顶级和牛、海胆差距天差地别。华夏国这是彻底放弃了吧？别以为靠些旁门左道赢了松井，就敢在我面前放肆，用这种登不上台面的食材做所谓的吃食，也配和我的怀石料理抗衡？那你要是也输了，是不是得去切腹自尽？我倒是总听你们说切腹自尽，但还没见过有谁真的敢做呢。樱花国，孬种罢了。我若输了，我分分钟切腹谢罪；但是你若输了，我也将拿走你全部时运，让你在擂台上死了死了的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他这是要做什么？用五花肉和面粉做吃食，这可是世界级擂台，比这皇家怀石料理也太冒险了。林月这是想干什么？就算之前做过一道 S 级料理，也不能拿这种菜硬拼啊！德川的刀工和时运都摆在这儿了。啊，小林，德川信长与你不死不休，我已将我的时运注入，一会儿你若败了，他取走的也会是我的时运。你切记不要管我，先下擂台保护好自己。陈老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你就准备好看切腹表演吧。粉色的酱汁搭配金色的食材，如同盛开的樱花，摆盘精致的如同一道艺术品。口感细腻，鲜味浓郁，酱汁的味道恰到好处，将食材的本味完美激发出来，不愧是樱花国的皇家菜品。这道菜融合了我大樱花帝国的皇家传承，每一口都是极致的美味。倒是你还在做那种粗鄙吃食，我看你那所谓的 S 级时运，不过是昙花一现，这便是你的极限了。时运波动等级已远超一般 S 级菜品，快达到 S 级中阶的程度。这道菜已达到了樱花国怀石料理的极致。樱花国的这道怀石料理已经快到触及 S 级中阶的门槛了。樱花的选手展现了极致的刀法，可反观华夏选手，这是在干什么？小林，即便输了，你也已经代表华夏展露出了风骨。制作食物的第一要义，从来都是味道，所有技巧都是为味道。看来要刷新一下这里的人华夏美食的认知了。
S 级中阶，居然是 S 级中阶的时运波动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华夏居然也能引发 S 级中阶的时运波动，先祖啊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怎么感觉自己出现了幻觉？罗盘稳定了，华夏的时运正在稳步增长，这是天意，华夏不该亡。华夏胜，华夏时运复苏，林月击败樱花国 S 级宗师。华夏还有如此水平的厨师，真是令人惊讶。看来之前对华夏的认知太片面了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一道如此普通的菜品，怎么可能达到 S 级中阶？肉夹馍，请品尝。我这肉夹馍你就吃吧。上帝呀！这咔嚓一声，饼皮的酥脆率先在口中炸开，紧接着，肉香、肉香、青椒的清香交织在一起，五花肉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，卤汁浸透每一丝肌理，饼皮的麦香中和了馅料的浓郁，层次丰富到极致。这味道，酥脆与绵软兼具，咸香与鲜香交融，每一口都充满了烟火气与力量感，仿佛能看到华夏街头巷尾的景象，感受到最本真的美味传承。是啊。这是我华夏的一道吃食，承载着无数普通人的味觉记忆。它没有繁复的技法，没有珍惜的食材，却藏着华夏美食以简驭繁的精髓。这便是我们华夏美食的传承，扎根烟火，直击本味。哇，说得好！我们华夏居然有这么惊艳的美食，谁也不能嘲笑华夏国是美食荒漠啊！裁判长，是否可以出结果？经品鉴，德川信长的樱花皇家怀石技法优良，时运波动 S 级低阶巅峰。林月的这道肉夹馍技法内敛精湛，味道直击本味，时运波动 S 级中级。本轮加赛，华夏国林月胜。切腹谢罪呢，是不是该兑现？居然被一个华夏人赢走了时运，我愧对帝国，我这就回去苦练厨艺，继续为帝国效劳。这小樱花的人输不起，还真是一脉相承啊！华夏突然冒出的这个林月，居然能做出 S 级中阶的菜，樱花国这颗棋子废。我们查到的信息显示，林月此前无任何备案，像是凭空出现，背后必然有华夏高层的秘密布局。未知才是最大的威胁。华夏时运本已濒临枯竭，林月的出现打乱了我们蚕食华夏的计划。下一轮晋级赛对阵确定，华夏国 vs 棒子国。本轮比赛主题：传承之味。弱国无传承，华夏时运都快灭了，哪还有心思搞原创？肯定是抄棒子国的，毕竟棒子国的泡菜在全球都有名。华夏的美食其实是一场始于盗窃的自欺欺人。华夏 vs 棒子国是抄袭者与正统传承者的终极较量。我们要捍卫传承，驱逐窃贼。华夏美食抄袭实锤，棒子国传承不容侵犯。这些话题都被刷上了全球热搜前10，评论区全是骂我们的。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国家。罗盘感应到受到舆论影响，金俊浩的时运技术正在急速攀升，已触及 S 级高阶门槛，绝非德川信长可比。这一战不仅是比料理，更是比谁能守住文明的根。哇！小林，他们想通过舆论施压，扰乱我们的心态，甚至影响裁判的判断。
我来自的那个世界，华夏美食传承5000年，从未中断。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，《诗经》系南山中就有中田有庐、江城有瓜、世伯世租、献之皇祖的记载。这说明华夏的腌菜技艺在春秋时期就已盛行。可这些真相在这个平行世界毫无意义。我就算把这些真相说出来，也没有人会相信，反而会被当成狡辩。舆论只能欺骗一时，真相不需要辩解，用味道说话就够了。S 级中阶巅峰，不对，气息还在攀升。这是触碰到 S 级高阶门槛了。金俊浩居然在比赛前突破了。不愧是棒子国倾尽资源培养的天才厨师，这时运波动的稳定性比德川信长强太多了。华夏的林月即便能做出 S 级中阶菜品，恐怕也难以对抗啊。看着大理石的纹理，这鲜嫩的肉质还散发着浓郁的金色时运光晕，这一看就是济州岛顶级黑猪肉。这种食材每年量产不足100斤，只有棒子国皇室和顶级厨师才能享用。居然是汉拿山的野生菌，形态饱满，菌香四溢，还有那罐全罗南道的泡菜母水，色泽红润，气息醇厚，至少传承了100年，是棒子国泡菜的精髓所在。金俊浩这是要做御膳9折版啊！这可是棒子国国宴级的 S 级高阶菜品，工序十分复杂。哎呦呦，棒子国这点食材得到武装押韵的地步了。太厉害了！这就是我们国宴菜的水准吗？光看10月柱就已经赢了！华夏小鬼，不知道如何应对了吗？哈哈哈！华夏选手居然拿白菜萝卜，这是要做喂猪的饲料吗？太嚣张了！他这是在羞辱我们棒子国的传承。金俊浩大师，快让他尝尝厉害！林月怎么会选这些食材？金俊浩做的是御膳9折版啊，这些普通食材根本没法比。我相信林月，他一定有办法。上次他也是用普通食材赢了德川信长的。果然是美食荒漠。华夏国真是不如我们天竺国，我们至少有抓饭，干净又好吃。每一片肉片都薄如蝉翼，透光可见纹理，大小均匀的如同机器雕琢。华夏小鬼，你是放弃挣扎了？用这种垃圾食材也配和我御膳9折版同台竞技？我看你还是趁早认输，免得等到输得太难看，连华夏最后的颜面都保不住。华夏国选手请注意比赛主题：传承之味，需要承载文明底蕴与历史厚重。你所选的这些食材过于朴素，不符合主题要求。若你执意如此，本裁判有权判定你消极比赛。没错，棒子国选手拿出的是100年传承的泡菜母水，顶级黑猪肉，做的是国宴御膳，而你却拿白菜萝卜做腌菜，这是对比赛的不尊重，也是对传承2字的亵渎。比赛规则并未限定食材等级，华夏国选手既然选择这些食材，便视为符合竞赛要求。请各位裁判保持中立，不得干扰选手烹饪，否则按失职论处。快看，华夏国选手拿瓦罐干什么？
还用问吗？肯定是要腌咸菜。这么严肃的美食擂台，居然有人做腌菜，华夏国真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下限。谁说腌菜就不能是人间美味了？美味，肉质鲜嫩，菌香浓郁。泡菜母水的酱汁恰到好处，既提升了食材的鲜味儿，又带着独特的层次感，不愧是御膳9折版。这道菜完美诠释了美食传承，技法、口感、意境都达到了极致，堪称 S 级高阶菜品中的佼佼者。多种食材的鲜味、香气在口腔中爆发，口感层次丰富，确实是棒子国的顶级传承之味。华夏国偷走我们棒子国的泡菜技艺，却只会做这种劣质腌菜。小鬼，你和你的国家一样，永远都只能活在别人的阴影里。夜郎自大，我今天便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腌菜。这是 S 级高阶时运波动，而且比精俊号的波动更稳定、更绵长。一道腌菜怎么可能引发如此强烈的时运波动？我是不是看错了？这不可能！华夏国选手用白菜萝卜做的腌菜，居然达到了 S 级高阶，这不符合常理。食材等级差距如此之大，就算技法再精湛，也不可能达到这种水准。他的声音居然如此恐怖！华夏国选手的时运竟然和金大师不相上下，这叫不相上下？明明是你们的厨师被我们华夏时运震退了。这温润醇厚的香气，虽然不像御膳9折版那般浓烈霸道，却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，让人闻了瞬间心神安宁。青露租，请品鉴。这道菜用的是华夏春秋古法腌制技艺，不添加任何辛辣调料，仅靠盐与香料的搭配，激发蔬菜的本味，再经瓦罐慢煨，让食材充分吸收香料气息，承载的是华夏先民对食物的敬畏与对生活的热爱。这味道太绝了，入口软糯却不失嚼劲，鲜香醇厚，没有一丝油腻感，香料的气息恰到好处，既不掩盖蔬菜的本味，又能提升整体的口感层次。咽下之后，口中余韵悠长，心神都随之沉静下来。这口感，这香气，这意境，比金俊浩的御膳9折版强太多了。虽然都是 S 级高阶波动，但这道青露租的后劲是御膳9折版无法比拟的。你们国家骂人是不是就这一句啊？要你管！敢不敢加大赌注？什么赌注？若是我的腌菜赢了你的国宴菜，你敢不敢向世人宣布，是你棒子国一直剽窃我华夏文化？你们文化遗产其实都来自华夏正统。不敢了？我也是 S 级高阶，有什么不敢？我输了。本轮对决，华夏国凌月的青露租，意境与技法双绝，上！走，凌月，干得漂亮！
哇，赢了！我们又赢了！林月太神了！还敢说我们抄袭？还敢说我们是美食荒漠？这就叫正统传承！怎么会？敌军好大师可是 S 级高阶啊，怎么会输给一道野菜？我就说棒子国已是剽窃，我们的西方教都差点被他们抢住。他们的罪孽到恒河水里都洗不清。我华夏美食正统终于得到认可了。S 级高阶的华夏厨师，我们根本没有胜算。与其上手损耗时运，不如主动弃权，还能为华夏一个人情。华夏时运复苏之势已成，后续必然是强国争霸。我们这些个小国没必要凑这个热闹。加勒比国、老挝国、尼泊尔国等8国自愿放弃与华夏国的对决。华夏时运光柱稳步攀升，华夏时运终于起来了。排名进中游，我们再也不是垫底了。天佑华夏！林月身上的时运共鸣越来越强了。这道青鹿族不仅赢了比赛，更唤醒了华夏沉睡的时运。时运碎片正在朝着圣殿汇聚。这一战不仅是赢了料理，更是赢了舆论，赢了传承的尊严。华夏国下一站对阵伊特利国。伊特利国的厨神安东尼奥，擅长以香料与油脂激发食材本味，其皇室秘传菜品时运波动堪比 S 级巅峰。林月此次遇上硬茬了。S 级高阶，华夏居然藏着这样的底牌，之前的情报全是废纸。要不要开启暗杀计划？全球直播镜头全程对准圣殿，任何小动作都会被曝光。而且伊特利国的安东尼奥还没出手，他的地中海时运加持堪称西方顶尖，或许能压制林月。与之前的对手全然不同，这就是顶级厨师的威压吗？这时运是地中海与大地灵气交融的水准，以文明底蕴释放威压，不愧为宗师巅峰级别的厨师啊！这时运真霸道，我都运作自身时运抵御了，还被威压到指尖发麻。这时运气息有点意思，看来这次的对手有两下子。林月，地中海的风浪滋养了伊特利国1000年，我的每一道菜都带着海神与大地的馈赠。你的 S 级高阶在我面前不值一提。地中海的风浪，从你的发型我倒是看出来。什么意思？发质疏松，你们伊特利的食材不补肾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少说废话！华夏国连胜取得的时运，今日会全部交给我们伊特利国。这28白松露足有巴掌大小，银白质地中透着淡金糊，香气醇厚绵长，并非寻常松露的浓烈，是带着大地深处的温润啊！朗德鹅肝被浸在特制的地中海橄榄油中，表面泛着珍珠光泽，质地细腻的仿佛一触即发。而且这帕玛森奶酪上刻着古罗马符文，散发着发酵后的咸香与果香，年份估计得有100年了吧。这居然还有一罐封存的火山岩盐，这火山岩盐取自伊特利国古老火山口，颗粒晶莹，周身萦绕淡淡的火红光晕，
是蕴含火山灵气的稀有石材。火山岩盐搭配阿尔巴白松露，在地中海时运牵引，加油！加这道菜的时运波动，它会突破 S 级高阶巅峰。华夏国这次真的打不过我们了。我们监测到伊特利国时运光柱，圣殿下方的大地灵气节点相连，再借助场地增幅时运。他的刀刃带起的气浪，将鹅肝切成薄厚均匀的片状，每一片都精准控制在0.3厘米。鹅肝入锅的瞬间，滋滋声响并不刺耳，反而带着韵律感。淡金色的油花飞溅与松露薄片相融，它的油温居然能瞬间稳定在65度，这比寻常煎制多5度，却能更精准地激发松露与鹅肝的油脂香气。你干脆去看解说得了。我个人比较欣赏安东尼奥大师。反时运加持竟然能具象化。安东尼奥大师以时运牵引食材灵气，火山岩盐的火气与橄榄油的温润中和。不至，松露的香气则借助海浪虚影，渗透每一寸食材。这道菜能引动大地与海洋的双重灵气，时运波动稳定在 S 级高阶巅峰，且能借助地中海文明底蕴压制对手时运。这道菜是罗马皇室秘传圣庭松露鹅肝制，需要厨师与地中海时运达到100%共鸣才能完成。林月，你的华夏料理能比得过我伊特利国的料理吗？你的菜做的的确不错。安东尼奥利用双重时运，将林月困在他所构建的美食规则里面，让林月无法与华夏时运产生共鸣。不愧是美食大国，底蕴深厚。这一次，林月恐怕难以带领华夏走下去了。不愧是 S 级高阶强者，他竟然用大地时运形成一道屏障，切断了我与华夏时运的联系，让我无法将时运融掉冷土。林月，放弃吧，我已将你的时运切断，你在我构建的美食规则当中是赢不了我的。双重时运构建起的美食规则的确能困住大多数人，但恰巧我是例外。小林，安东尼奥大师可是用 S 级高阶的力量将你困住的，这是世间时运的至高境界，你赶紧保护好自己，不要浪费自身的时运去做无谓的挣扎。平主之母怎堪与日月争辉？世俗的眼光又怎会理解真正的华夏时运？这是 S 级高阶之上的力量，这是 S 级高阶之上的力量，这是 S 级高阶之上的力量，这怎么可能？居然还有比 S 级高阶巅峰更高层次的时运波动！简直闻所未闻！你很强大，但我身后有整个华夏。
这是什么？好厉害！震死了！先生，你怎么样？医疗后备组随时待命，需要让他们给您看一下吗？林月，你让我大吃一惊。公认的时运天花板就是 S 级高阶巅峰，这是世界美食界的共识。林月这时运强度明显在其之上，这根本不是现有等级能定义的，他已经突破了我们已知的所有概念。这林月到底是什么怪物？简直不可思议！小林，我见过的顶尖时运者不在少数，却从未见过这般凌驾于巅峰之上的力量。怎么开始崇拜我了？有你在，华夏之幸，华夏之幸啊！好了，擦擦泪，咱开始做菜吧。可是小林，我们要做什么料理，才能应安东尼奥大师盛平松露鹅肝汁呢？他的菜名听起来倒是唬人，不过比起华夏黄河的九曲文脉，仰韶的农耕底蕴，怕是还差了点意思。小林，这些食材你不会是要……就是你想的那个，一直做菜，不如咱煮锅主食吧。陶土锅上的纹络竟然像糊了一样，这华夏国的选手竟能牵引出细小的灵气丝线，断然如此更替中，让这时运愈发厚重。林月，我很尊重你所展现出的时运力量，但是你拿如此简陋的厨具，简直是在羞辱我们意特利的美食。你不要以为单独依靠时运的强大就可以战胜我的料理。你们只懂借助天地灵气，却不懂顺天应人。这口陶土锅是华夏新石器时代先民的智慧，透气性极强，能让食材与炭火气息完美融合。这米是黄河流域千年沃土孕育的古种，承载着亿万先民的耕作信仰。这蒲黄在《华夏神农本草经》中记载有养气复古之效，是古法之耕的秘典。我的食欲不是靠家食，而是靠这5000年文明的沉淀堆砌而成。这是华夏古法微制之法，取自《齐民要术》，上面记载着慢煨以养气，缓煮以突味。唯有这样，才能激发食材最深层次的滋味与食欲。什么？锅内的米羹色泽莹润如琥珀，米粒软烂却不溃散，蒲黄的淡香、红枣的甜香、莲子的清香完美融合，表面居然还漂浮着一层淡淡的红光。此菜名河州古羹，取《诗经》关雎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之意，承仰韶农耕之制，循华夏古籍之法，用黄河谷米、蒲黄等料，以炭火慢煨3刻钟，每一粒米都藏着黄河的滋养，每一缕香都载着华夏先民的信仰。它没有火山岩岩的稀有，没有松露的昂贵，却有华夏5000年文明的沉淀。请品鉴。煮粥这件事，我还远远不及我妈。那是地中海时运在反噬，因他未能守住传承荣耀，时运正被天地规则强行剥离。
不可能！我引以为傲的地中海时运，古罗马传承，在华夏5000年文明沉淀的时运面前，竟如此不堪一击吗？美食擂台从无温情，赢则得时运滋养，输则遭时运反噬，这便是对决的残酷。说真的，相比于樱花国、棒子国那样的番邦蛮夷，你真的是位值得尊敬的对手。我输了，心服口服。我的时运撑不过3日了。这册食谱是我的珍藏，我想你更适合做它的主人。世界美食的希望是真的在你们华夏。太厉害了！这是值得尊重的对手。不愧是西方出神，说得起，更看得透。这份格局远超松井一郎和德川信长之流。虽然是对手，但安东尼奥大师真的很让人敬佩。这可是全世界厨师都梦寐以求的菜谱啊！安东尼奥大师居然舍得送给林月。这份食谱我不需要。为什么？这是伊特里国最珍贵的传承，我赠予你，既是认可你的实力，也是想让这份记忆留存于世。你若拥有了它，成为世界第一绝无问题。美食无国界，传承有根基。我华夏美食5000年沉淀，自会傲然于世界之巅。华夏国有你在，排名将远不止于此。本轮对决，华夏国林月胜，其时运突破现有上限，创下万国美食擂台新纪录。厉害！林月破新纪录了！这一战不仅赢了安东尼奥，更让万国看到了华夏文脉时运的力量。但林月破了时运上限，必然会引来更多觊觎，尤其是联邦国。总长，罗盘捕捉到多股强悍气息在圣殿外围涌动，似在刻意隐藏，好像是联邦国。华夏国又赢了，他们的排名才是真材实料啊！看那联邦国，建国不过300年，却始终排在世界第2。联邦国就是靠掠夺上位。10年前，阿非利加国的撒哈拉烤羊排本可冲击 S 级高阶，就是因为裁判被收买，才被判输。小声点，被他们的特工听到，我们都得遭殃。华夏这次崛起势头太猛，或许能牵制联邦国。指挥官，天竺国、加勒比国代表已私下质疑我们的排名含金量。别管他们，先处理华夏国。时运战略小组那边已经待命了，今晚就行动。敌人果然来了。华夏人别多管闲事。是时运蚀骨剂，一旦沾染食材，会彻底破坏时运共鸣。还好，核心食材被我锁在结界，没被波及。赵雷，立刻收集药剂残留和特工脚印，作为证据。看来他们多年来世界第2的排名根本不是靠时运，而是靠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马上通知林月与陈老，联邦国已经狗急跳墙，让他们谨慎应战。总长，罗盘捕捉到一股极寒与狂暴的时运，正朝上殿急速赶来。不会是他吧？指挥官，华夏国看来早有准备，我们的人失手了。废物，这点小事都干不好。华夏国收集了证据，说是他们告到万国联盟，
那个人不是来了吗？倘若华夏国要告，我们就把脏水都泼到这个野蛮国身上。林月，华夏的小子，我瓦西里，战斗民族最强厨师，来挑战你。养熊当主，还真是战斗民族。果然是瓦西里，战斗国里唯一的 S 级巅峰厨师，也是整个万国擂台公认的汉勇之神。汉勇之神，听起来有点意思。他的时运不仅能引动西伯利亚千年风雪灵气，更能将自身战斗意志融入时运，形成无坚不摧的风雪战体，肉身条件他们上古选手，就算在零下50度的暴风雪里，也能赤手空拳猎杀成年北极熊，甚至能徒手掰断北极熊的脊椎。我去，他打了熊就不能打我了吧？这次暴风雪让所有航班全停飞了，我只能开着自己改装的小飞机，带着小鼠宝10000穿越风暴岩，才赶到这里。新闻诚不欺我，天上不下刀，战斗民族的飞机不迟到。不过你管这比人高的棕熊叫小熊宝？对呀，你不觉得它好可爱吗？你们对于可爱的认知多少有点彪悍了。我听说你打败了安东尼奥，还突破了时运上限。我瓦西里就爱挑战强者，现在我正式发起挑战，与你对决。瓦西里是公认的世界强者，终于有人能替我们大英华帝国报仇了。我只为挑战强者，与你们的恩怨无关。活该！我华夏崛起，与你终有一战。我接下你的挑战。华夏国接受挑战，下一场，战斗国对阵华夏国。好强的时运，纯粹的战斗意志，天地灵气深度交融，西伯利亚千年风雪滋养出来的极致时运，兵器不超安东尼奥，甚至攻击性更强。武器了都像淬了冰的利刃，能撕裂普通时运屏障。瓦西里的时运以肉身之力牵引天地灵气，料理必然走极致力量路线，注重食材本味与时运爆发力。这一战得用拥有足够分量的华夏料理应对，才能压制他的风雪悍气。这居然是他们呢！怎么会这样？华夏国林月 vs 战斗国瓦西里巅峰对决正式开始。本轮以时运波动、料理质感、文明底蕴为评判标准，限时90分钟。肉质紧实，纹路清晰，是成年北极熊脊肉。这种食材不仅稀有到近乎绝迹，还蕴含着千年极寒灵气，普通人碰触都会被时运反噬。瓦西里大师居然能将其作为主料。这密封的雪蜜表面凝结着薄冰，散发着清甜气息。黝黑的冻土松枝、黑麦与酸黄瓜，都是战斗国的顶级食材啊！看好了，战斗国的料理要的就是硬碰硬。这头北极熊是3天3夜猎杀，它的肌肉藏着最纯粹的汉勇之气。每一刀都力道千钧，却分毫不差，将筋膜与瘦肉完美分离。是，让周身时运注入肉中，可以让熊脊肉的极寒气息愈发浓郁。这战斗国的瓦西里实力大涨啊！华夏国的凌月碰上硬对手了。不愧是战斗民族，太硬核。瓦西里大师加油！年岁华夏小子，让他们加油！看看战斗国的厉害！
比我的怎么就是烤肉了？林月肯定扛不住暴风雪的时运压制。林月，你居然用鹿肉，这种温驯的猎物肉，怎敌得过我北极熊脊肉的悍勇？这样，我把北极熊脊肉分给你，咱俩食材一致，斗一斗技艺，否则可别说我瓦西里欺负你。鹿肉在我华夏是承载3000年礼乐文脉的上善，礼记防治有余，诸侯朝聘祭祀中少劳加禄，鹿肉仅次于牛、羊、猪3类，是上古诸侯敬天法祖、宴请贤才的重器。悠悠鹿鸣，食野之品，与礼乐相融。这鹿肉不仅仅是食材，更是华夏文明的载体。方如斗，厚如纸。小林的技法既保证肉质所致，又便于时运渗透。战斗过选手需要用爪心凝聚风雪灵气，将熊脊肉块逐一腌制，并且他还把冻土松脂磨成粉，均匀涂抹在熊脊肉块上，这样可以锁住汉语的时运。华夏国选手指尖释放暗红色时，将鹿肉焯水时析出的血沫尽数揽入时运之中，化作细碎光点融入鼎身，酒液预热蒸腾，可以带着醇厚香气与文脉气浪缠绕盘旋。这样鹿肉在文火与时运加持下，可以泛起温润光泽。华夏能从末流走到如今的位置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已经面对时运前5的国家，恐怕难以创造奇迹。林月，你已经尽力了。华夏能稳住现在的排名集合，留着体力对付后面的国家，不要对前5的国家浪费时运。有些人总认不清自己的事。我的麻婆豆腐、糖醋里脊、油爆双脆、脆皮烤鸭还没出城，你让我收手？林月这是要干什么？不要以为赢了几场胜利就可以这么无组织无纪律。总长，你消消气，也许林月是另有对策。那也不能如此。瓦西里的时运太强悍了，华夏光柱的文脉气浪被死死咬住，根本无法推进。只能祈祷林月真的有对策，而不是在这一战上白白浪费时运和他自己的性命。这是战斗国传承1000年的风雪烤炉，用冻土松木与西伯利亚冰雪灵气加持，能锁住熊肉的每一分汉运时运，烤出的肉一口就能让人化身雪原勇士。浓郁的肉香混合着松脂的清香与雪蜜的甜香，弥漫全场啊！瓦西里的时运正在全力爆发，风雪灵气与北极熊脊肉的时运完美融合，形成了极强的吞噬力。华夏的文脉气浪正在被风雪压制。小林，我们要输了，及时收手，可以保存时运。莫慌，烹肉如作战，欲速则不达。吕氏春秋本谓语：久而不闭，熟而不烂，干而不浓。鹿鸣大耕，贵在文火运气。林月的时运真的要盖过瓦西里了。我就说林月这小子有办法。林月，你最好真的能赢，不然你如此耗费时运，是会有性命之忧的。我何时让人失望？这比赛真爽快！哈哈哈哈。
才配当我的对手。彼此彼此。肉表凝结着一层薄如蝉翼的油脂，松脂香、雪蜜甜与熊肉的醇厚鲜香交织，时运居然化作无数细小的风雪兽影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极致的平衡，极寒风雪灵气锁住了熊肉的油腻，松脂的清香中和了雪蜜的甜润，每一次肌理都浸透着汉勇时运。咀嚼时仿佛能感受到西伯利亚雪原的狂风，肉质紧实却不柴，越嚼越能品出深层的鲜香。这道风雪烤熊脊不仅是料理，更是战斗民族千年风骨的浓缩。时运流转间带着一往无前的锐气，更能激发人骨子里的斗志，堪称战斗国料理的巅峰之作。技法上无可挑剔，时运融合度更是达到了100%。风雪烤炉的加持，让食材本味与天地灵气完美交融。瓦西里的实力果然名不虚传，这道风雪烤熊脊已达巅峰水准。林月一定要稳住，华夏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了，不能在这里止步。罗盘显示，林月的时运还在攀升，青铜方鼎承载的上古文运正在全力觉醒。鼎中鹿鸣大羹，色泽莹润如琥珀，鹿肉软烂却不散形，当归、良姜的香气与鹿肉本味完美融合，没有丝毫药味的突兀，反而透着温润气息。羹面漂浮着细碎的铭文虚影，竟随热气缓缓流转。好饭不怕晚，鹿鸣大羹，请品鉴。这味道太绝了！鹿肉的鲜香被文火慢煨的淋漓尽致，香料的气息恰到好处，既不掩盖本味，又添了温润回甘。咽下之后，口中余韵悠长，心神都随之沉静下来。更难得的是，这道羹品的时运没有攻击性，却能包容一切，与瓦西里的汉勇时运形成极致反差。却又同样达到了 S 级巅峰以上的水准。肉质入口即化，时运波动绵长久远，越品越有滋味。瓦西里的菜品胜在汉勇凌厉，时运爆发力极强；林月的菜品胜在温润厚重，文脉底蕴无可匹敌。二者时运等级相当，技法都真挚化境，难分高下。料理的胜负本就该由最纯粹的时运裁决。林月，敢不敢与我以时运光柱对决，让天地灵气定胜负？你怕是对我的实力有所误解。我拥有的是华夏美食5000年的传承，是在你们这个世界规则认知之上的时运力量。我输了，我的汉勇时运虽强，却少了文脉的沉淀，久战之下必败无疑。你比我更强，也比我更懂时运的真谛。持久战，我可是看过论持久战的。这是我的时运，我自愿赠予你。愿你带着这份力量，让世界看到真正的强者料理。我华夏自有底蕴，不需要他人时运为依吧？居然还有不要时运的人！好家伙，你这场差点送我去见我太奶。我的朋友，你这份格局比你的料理更让我敬佩。我没什么能送你的，就把1万送给你吧，他很乖，会保护你的。救命！瓦西里，你这是以怨报德呀！你说他乖，
赶紧把熊带走！本轮对决，华夏国林月胜。居然赢了战斗国，该让林月去见上帝了。哼，明白。此乃华夏古遗址未藏阁，多年来，华夏历代能人异士穷尽毕生之力，或凭技艺，或凭法器，皆未能将其开启。嚯，这石壁一看就挺结实。我去，这玩意儿动了！陈老，你感觉到了没？感觉到了。多少年了，我从未见过石壁有丝毫异动。哎，这玉佩咋发光了？快看，这好像跟玉佩长得一模一样。难道？快，将玉佩嵌入其中。开了，终于开了！我等了一辈子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这就打开了？这是啥高科技啊？小林，你身上果然带着华夏时运的正统之气。这玉佩跟了几代人，唯独为你而亮，这便是最好的印证。实乃天命所归，有你在，华夏有救了。陈老，以后我们做菜可就太富裕了。不好了，樱花国突然向万国时运联盟实名举报，称林月在之前的对决中使用违规时运添加剂。联盟已经派人过来，要带林月回去调查，取消他接下来的参赛资格。荒谬！何来违规添加剂之说？分明是樱花国怀恨在心，联合联邦国搞小动作。林月先生，我们接到樱花国与联邦国联合举报，麻烦跟我们走一趟，接受调查。在此期间，你将被暂停参赛资格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是否冤枉？需经联盟核查，请配合我们的工作，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。要带他走，先踏过我的尸体。林月是华夏的希望，你们不能仅凭一纸举报就带走他。陈老，别冲动，我跟他们走，清者自清，我会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你替我守住华夏的擂台，等我回来。联邦国真是早有预谋，借樱花国之手除掉林月，断我华夏前路。下一个对手是南沙国的坤沙，那可是个狠角色。罗盘显示，坤沙的时运已到 S 级巅峰，且带着诡异的阴邪之气，寻常处士根本无法抗衡。华夏现存的处士里，除了林月，无人能与之匹敌。我去出战。陈老，你疯了！坤沙的巫蛊料理阴险毒辣，能强行掠夺他人时运。你先前时运受损，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我知道，但林月为了华夏身陷囹圄，我不能让他的努力付诸东流。这些日子跟着林月，我不仅见识了华夏失传的古法料理，更领悟了时运的真谛。我虽不及林月，但也学到了几分皮毛，或许能勉强一战。陈老，你的时运气息虽有回升，但距离 S 级还差之甚远。林月说过，美食的力量不在于时运等级的高低，而在于是否承载了初心。我要让万国知道，华夏不只有林月，还有无数坚守传承的厨师。华夏的林月是怕了我不敢出来了吗？还是说那所谓的华夏天才真的用违规添加剂被抓起来了？华夏从无懦夫，今日
由我来应战。就凭你一个连 A 级时运都达不到的老东西，也敢来挑战我？华夏国陈怀安 vs 南沙国坤沙，对决开始，限时90分钟，以时运波动、料理质感、文明底蕴为评判标准。居然召唤出了古法沙瑶，华夏国的这个选手进步如此之快。林月，我定不负你所托，让世界看到华夏料理的韧性。他指尖的暗红色时运顺着沙窑纹路不断渗透进食材，让沙窑表面浮现出淡淡的华夏文脉图腾。温润的香气混合着海味与肉香，层层递进的扩散开来。快看，陈老的时运在攀升，暗红色气浪越来越浓郁了，已经接近 A 级巅峰了。通过林月的古法技艺，结合自身对时运的理解，他将时运等级提升到了 A 级巅峰水准。这是除了林月之外，华夏1000年来第一个能做到这一步的厨师。陈老将林月的技法内化为己用，唤醒了自身潜藏的时运共鸣，华夏的美食传承终于不再是孤木难支。九转归真微疗身，请品鉴。这道菜以古法沙窑所鲜，以文脉时运入味，藏着华夏天人合一的饮食之道，是我跟着林月领悟到的料理本心。疗身通体莹润透亮，吸足了高汤与配料的精华，花菇、瑶柱浮沉其间，汤汁浓稠挂壁，却不腻口。鲜而不腥，浓而不燥，料理周身萦绕着凝练的暗红色时运，波动稳定而绵长，味制技法精妙绝伦，食材本味与时运完美融合，时运波动竟达到了 A 级巅峰，无限接近 S 级。接近 S 级又如何？在我的巫蛊时运面前，不过是蝼蚁撼树。婚纱的巫蛊时运极具攻击性，能强行吞噬腐蚀对手的时运。华夏国选手的时运屏障根本无法抵挡。不，华夏的时运不能断。乖乖献上你的时运，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点。坤沙，你住手！这是违规的，不能强行掠夺时运。陈老快坚持不住了！卑劣的家伙！华夏活该如此，没有林月，你们什么都不是。你的时运将尽数归我所有。小林，华夏的擂台，我终究是没替你守住。陈老，住手！你居然回来了！陈老，撑住！林月回来了，陈老有救了！林月赶到了，这一局总算能真正开始了。华夏在时运领域落后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接连战胜世界强国？除了天降违规技，我想不出其他合理的解释。就是我天赋异禀呗，这有什么难理解？
我没法向你证明我没做过的事。除非有分量的人替你担保，否则你不可能出得了这个门。一个将死之人临死前说的话，算不算有分量？我愿以毕生的时运生育起誓，林月绝无违规。与他对决时，我能清晰感受到他的时运纯粹厚重，绝非违规添加技能造就。坤沙对我华夏前辈下此死手，今日必让你付出代价。根据万国时运联盟补充条例，败者有权向对方发起加赛挑战。我正式向你发起挑战。我还怕你不敢来呢！你那充沛的时运正好滋养我的身体。好霸道的气味，这是摄魂香，能够夺人心魄。他居然用这种香料做菜，难怪吃了他料理的人会变得神志不清。不行，我必须清醒过来。林月，别睡，醒过来啊！对，必须醒过来。华夏睡太久了，死脑快想，什么能够破解摄魂香？小林，这是什么？我从未见过。这是千年雪参，生于极寒之地，《神农本草经》有载：雪参味甘，微温，逐补五脏，安精神，定魂魄。它吸天地灵气千年而成，可益气养血，清心凝神，驱散邪祟，激发食材本源之力。不愧是千年雪参，清冽香气一入体，头晕目眩的感觉就减轻了，思维也变得清晰了。你居然用摄魂香这种下三滥的招数！小子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居然能破我的骨枪！你的歪门邪道，在我华夏面前可站不住脚。你敢说我南阳国的技法是歪门邪道？我这巫蛊料理是融合了南阳千年传承的秘术，能让食客感受到极致的愉悦，这才是美食的至高境界。极致愉悦，美食应该给人带来幸福，而你却用邪香操控人心。吃了我料理的人都求着我继续给他们做，让人欲罢不能才是料理的真理。摄魂香夺人心魄，中了香的人神经被麻痹，根本尝不出味道，哪里是你的厨艺了得？配做厨师吗？你以为破了我的摄魂香就结束了吗？一切才刚刚开始。华夏小子，让你见识真正的南洋秘术。这是我的压轴菜式——世千魂斩。好香啊，好想吃一口。我想吃，快让我吃！坤沙真是当之无愧的大师，求求你让我尝尝。这时运波动真的太可怕了。坤沙大师威武，噬骨千魂斩一出，华夏小子必输无疑。华夏的时运马上就是我们的了。等坤沙大师赢了，我们就能瓜分华夏的资源了。这古世千魂斩的威力比摄魂香强太多了。坤沙居然用蛊虫制作料理，弑心乱神，他是要操控食客的神智。惠民正方里面记载过九阳解蛊方，以纯阳食材搭配解毒药材，可破天下至阴蛊毒。挣扎是没用的，看来你们华夏是找到了古食材。我食材再稀有，挡不住我的千年蛊虫。乖乖献上华夏时运，还能少受点罪。千年雪参切片，用赤阳谷的汁液浸泡，再把天山雪莲去蒂，与老山参一同研磨成粉，纯阳之力破骨，以雪参之灵清神智。九阳解骨参茸羹已完成。
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停不下来，还想再吃。好奇怪，我怎么一直想吃？太美味了，真想一直都吃下去。看到了吧，这就是我南洋五谷料理的魅力。裁判，快宣布我赢！南洋国坤沙胜。华夏的料理，裁判还没尝呢，怎么就判定南沙国赢了呢？裁判，你们还没品尝我的菜品。啊！这味道，一股纯净的暖流从舌尖蔓延至全身，我仿佛从一场噩梦中醒了过来。华夏国的料理居然让我感到了幸福。刚刚我为什么会对坤沙的料理如此痴迷？现在一看，他的菜好像也没有那么好吃。这华夏菜品居然能净化神智吗？你们为何一直夸他的料理？你们这群废物裁判，一定是被这小子的邪术迷惑了。坤沙选手，请勿胡言。华夏国菜品能净化神智、温润心神，技法与意境皆远超你的五谷料理。胜负已分，休要纠缠。胜负，我没输，不算分。死吧，林月！南沙国的选手居然偷袭，林月，小心啊！坤沙，你用邪术残害我华夏前辈，今日我便让你尝尝时运反噬的滋味。不可能！我耗费千年补充培育的食材，怎么会敌不过你这华夏小子？南洋秘术定要吞噬你！歪门邪道，简直可笑！5000年文脉时运，这个邪祟亵渎！我的时运，我的蛊虫，林月，你别再吸我的时运了，快停下来！你对陈老下手时，可没给过他一丝喘息的机会。今日便将你施加在他身上的痛苦如数奉还。林月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，南沙国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不服，那就接着来。我华夏料理讲的是传承与善意，而非赶尽杀绝。我们赢的是时运，守的是尊严，不像你们是用邪术残害生灵。今日我留他一命，是华夏从不恃强凌弱。若是你们再敢用邪术挑衅华夏，我必让南沙国时运尽灭，永无翻身之日。好，本轮对决，华夏国林月胜，华夏国时运排名升至世界第3。坤沙的巫蛊之力侵入肌理太深，已伤了陈老的时运本源。我能暂时稳住他的生机，却无法彻底清除巫气，至少需要静养半个月以上，根本无法再上擂台。如今陈老重伤，接下来的对决只能靠林月独挑大梁了。接下来的比赛交给我就好。小林，你接连大战，时运消耗本就极大。接下来若是对阵联邦国，他们必然会不择手段。你一个人，一想起要打联邦国，我就神清气爽。接联邦国申请，因其代表团核心厨师突发急症与紧急闭关调理，申请临时轮空，由排名第1的高卢国顶替出战，对阵华夏国。啊！什么急症？分明是怕了林月，故意耍手段轮空。联邦国也太不要脸了！知道打不过就避战，让高卢国那挡箭牌，无耻之极！荒谬！联邦国的厨师前日还在公开场合炫耀时运充盈，怎么可能突然急症？这分明是他们想借高卢国之手消耗林月的时运。
罗盘显示，联邦国时运光柱毫无衰减迹象，反而隐隐有增幅，他们根本没有出现任何异常。而高卢国作为世界第一，时运深厚，与其一战并不容易。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联邦国想借刀杀人，那我就先斩了这把刀。高卢国世界第一是吗？林月先生，久仰大名，我代表联邦国时运总署向你发出诚挚邀请。联邦国的人也配跟我谈邀请？先生，若是加入联邦国，我们将为您提供无限的珍稀食材、顶级厨具，再送您10亿美金，为您办理联邦国顶级国籍，让您成为世界最顶尖的厨师。只要您为联邦国效力，下一届万国时运盟主之位，非您莫属。华夏早已落寞，跟着他们只会埋没您的天赋。埋没天赋？我华夏5000年美食传承，是你们联邦国300年能比的？金钱、国籍、权力，在华夏文脉面前不过是粪土。回去告诉你们的指挥官，想让我背叛华夏，除非我死。联邦国的祭礼最好收一收，不然我不介意提前找你们算账。哼，找死！是奥古斯丁，高卢国隐士宗师，传说已经活了近100岁。他虽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却创下了无数美食记录。全球第一道 S 级巅峰料理，时运与天地灵气融合技法，现代分子料理的雏形都是他发明的，连米其林3星评级体系都是他当年随手制定的规则。华夏的年轻人能击败安东尼奥与瓦西里，倒是让我有些意外。高卢国执掌世界时运多年，今日便让你见识何为真正的顶级料理。奥古斯丁兼顾技法，意境与时运融合，最擅长高卢全套料理，前菜、配菜、主菜层层递进，每一道菜都能形成时运共鸣，凝聚成凡尔赛时运阵，威力无穷。高卢国能稳坐世界第一，还靠他们完善的美式传承体系。从皇室御厨到民间厨师，技法一脉相承，食材培育、厨具打造都是世界顶尖。小林要自己做这么多道菜去应对吗？小林，华夏走到现在已经足够了，不要逞强，保住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规则是他定的，那我就打破规则。他用全套法式料理，我便用华夏全席应对。百年帕马森奶酪、阿尔卑斯山野生松露、布列塔尼蓝龙虾、波尔多百年红酒，奥古斯丁大师选用的食材皆是高卢国皇室专用，每一样都经过数10年培育，蕴含着纯粹的高卢时运。我的前菜将用松露与鹅肝打造，名为星落凡尔赛。哼！他将鹅肝切成薄如蝉翼的片状，每一片都精准控制在0.2厘米，并将鹅肝与松露碎、百年红酒之混合铺在酥皮上，放入鎏金烤炉，优雅，真是优雅。刀工精准到极致，金蓝色时运锁住鹅肝的油脂，红酒汁与松露的香气完美融合，烤炉中甚至浮现出凡尔赛宫花园的虚影。一出手，时运波动已达到 S 级巅峰水准。快看！他还把金蓝色时运注入烤炉，酥皮表面瞬间凝结出一层金蓝色糖霜，化作漫天星点纹路，与菜名星落凡尔赛完美呼应啊！前菜的真谛
再以唤醒味蕾，如同凡尔赛的星光，温柔却令人难忘。还星落凡尔赛？老头，你可别凡尔赛了。年轻人，你准备好接招了吗？我可不跟弱者对战。你都这么凡尔赛了，我就只能拿个韭菜炒鸡蛋应对了。韭菜炒鸡蛋？华夏国选手，容我提醒你一句，高卢国的奥古斯丁大师可是用鹅肝与松露做的星落凡尔赛。你真的确定要用韭菜做料理吗？不懂了吧？《诗经》有云：“4之日起早，献高祭酒。”韭菜在我们华夏可是祭祀先祖的重器。打这老头的鹅肝，绝对算看得起他。是这样的吗？蛋液瞬间泛起莹润的红光，顶中浮现出春耕祭祀的虚影。韭菜的清香与鸡蛋的鲜香交织，带着温润的文脉气息。我华夏的前菜春耕酒香，重在意境传承，而非技法繁复，请品鉴。酥皮酥脆，鹅肝绵密，松露与红酒的香气层层递进，金蓝色时韵在口中流转，仿佛置身于凡尔赛宫的星空下，意境与口感双绝。这味道看似普通，却藏着极致的温润。暗红色时韵唤醒了潜藏的文脉共鸣，味蕾被唤醒的同时，心神也随之沉淀。有点意思。接下来的配菜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本事。他用金蓝色时韵将龙虾肉与虾壳完美分离。龙虾肉被切成均匀的块状，芦笋去皮切断，与龙虾肉一同放入锅中，又加入了波尔多红酒焖煮。是红酒焖龙虾配芦笋。奥古斯丁大师将高卢国红酒的醇厚与龙虾的鲜甜融合，芦笋的清香中和了油腻，金蓝色时韵在锅中流转，食材本味被极致激发。配菜的真谛在于辅佐主菜，如同高卢的贵族礼仪，严谨而得体。这道菜的时韵能为后续主菜铺垫气场。华夏的年轻人，让我看看你的本事吧！耶！干杯！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丽月拿什么食材去对战，我都见怪不怪了。还真是，他现在就算拿块抹布去打，我都觉得他有后招。但是有一说一，奥古斯丁作为世界第一厨师，林月还是不能太轻敌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有一天华夏居然能走到这个位置，还能和世界排名第一的高卢国掰掰腕子。所以林月就算输了，他也值得所有掌声。小林，时间有限，奥古斯丁那边料理要收尾了。稳住，别慌，这都小场面。上帝啊，这就是大佬与大佬之间的巅峰对决吗？幸好我们退赛了，否则抓粉不得碎成渣渣呀！哇，刚看到这样的对决，死生无憾了。是呀，太精彩了！龙虾肉紧实鲜甜，红酒的醇厚渗透每一丝肌理，芦笋脆嫩爽口，金蓝色时韵在口中爆发，气场十足。
不愧是奥古斯丁大师的作品。奥古斯丁大师的这道配菜，都已经成为本届时运擂台的冠军菜品了。辋川小样，请品尝。一股浓郁的酱香在口中爆发。五花肉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；山药片清脆爽口，中和了五花肉的油腻，两种食材的味道完美融合。吃到嘴里，心中也仿佛充满了安宁。辋川小样，灵感源于唐代诗人王维的《辋川别业》，以食材模仿山水，意境悠远，蕴含着文人的风骨与华夏的大气，这才是真正的美食传承文化。清甜润喉，山药的清香在口中久久不散，暗红色时韵温润绵长，不仅解了龙虾的油腻，还让心神变得清明。华夏有古人藏着不为人知的底蕴，接下来的主菜我会拿出真正的实力。拭目以待，我的主菜会让你知道何为华夏美食文化的极致。这道主菜因为凡尔赛皇庭牛排，选用30年古饲和牛，搭配100年松露酱汁，是高卢国皇室御厨的不传之秘，记载着高卢时运。精准切割和牛，每一刀都恰到好处。他将筋膜与瘦肉完美分离，随后将牛排放入恒温烤炉，注入金蓝色时运。烤炉中充满了皇室宴会的熏意，和牛在时运加持下，竟然能泛起金蓝色光泽。时运与火候完美把控，恒温烤炉的温度被精准控制在60度，既能锁住和牛的汁水，又能让松露酱汁的香气渗透肌理。斯丁的时运太强悍了，凡尔赛皇庭牛排的时运波动稳定在 S 级巅峰，还在不断攀升，隐约有突破上限的迹象。林月一定要稳住，他的主菜会是什么？能对抗这道皇庭牛排吗？林月必然有后手，魏苍阁的古食材应该是他的底牌。肉质晶莹，缠绕着细密的暗红色纹路，这如同凝结的纹脉印记。这究竟是什么食材？我居然从未见过。没见过世面了吧？此牛可是犀牛正统后裔，仅存于魏藏阁千年秘境，以灵泉沃土滋养，吸天地文脉之气。每一头都需生长100年方能出栏，肉质自带先天时运。华夏国居然有这等级别的食材，你没见过的多了。我华夏之前喜欢低调罢了。此牛肉之中藏着千年文脉与天地灵气，寻常除去触之，便会被其时运反噬。唯有刻着龙纹的古法铁锅方可承载。这龙纹铁锅有什么来历吗？这乃是上古筑基大师与昆仑云铁混合黄河底灵铁，
经9981天古法炭火淬炼而成。那锅身缠绕的9条玄金龙纹是人工雕琢吗？这可是铸器时自然凝结的文脉符号，源自上古仓颉所书的龙章，能精准疏导灵畜先天时运，避免食材时运紊乱。了不起呀！擦擦哈喇子吧。怎么，你想买啊？我华夏的食材和厨具都是非卖品，羡慕羡慕得了。那条入水的瞬间，沸水竟然被肉质自带的时运激得蒸腾起暗红色雾气。快看，锅身龙纹瞬间亮起炽烈红光，与那条的纹脉纹路相互呼应，交织缠绕。肉质肌理逐渐吸收药香与老汤精华，老汤沸腾，浓郁的肉香与药香交织成气浪，席卷全场啊！药膳与料理结合，倒是新奇。年轻人，但仅凭这点，你还不足以击败我。牛排表面泛着金蓝色光泽，松露酱汁顺着纹理流淌，点缀着新鲜的迷迭香，周身萦绕着浓郁的金蓝色时韵。擂台上方的凡尔赛宫虚影愈发清晰，甚至能看到皇室贵族宴饮的场景啊！凡尔赛皇庭牛排，请品鉴。这道菜每一口都藏着高卢国的尊严与传承，时韵与口感皆是极致。外焦里嫩，汁水充盈，松露酱汁的醇厚与和牛的鲜甜完美融合，金蓝色时韵带着皇室的威严，仿佛置身于高卢皇庭宴会。这是我品尝过的最极致的牛排。时运波动稳定在 S 级巅峰，技法无可挑剔，意境更是达到了顶级水准。这道菜堪称高卢料理的巅峰之作。有意思，锅中散发着磅礴的香气，镇灵黄牛肋条色泽红亮如赤玉，时运经顺着纹路缓缓流转。我的主菜名为龙纹焖牛肋，天子以牺牲，诸侯以肥牛，搭配《黄帝内经》记载的药膳配方，文火慢焖3个时辰，既能激发牛肉先天时运，又能借药膳之力滋养文脉。这味道让人入口即化，药材的香气恰到好处，不突兀不刺鼻，反而添了温润回甘。暗红色时运绵长久远，滋养着体内的每一缕气息。我输了。高卢国执掌世界时运多年，我始终以为技法与食材的极致便是巅峰。今日才知，美食的真谛在于文脉传承与温润。这是我的毕生时运，承载着高卢国千年料理底蕴，愿将其赠予你。既是对强者的敬意，也愿这份时运能与华夏文脉相融，让美食的传承再攀新境。你已近100岁，时运与生机早已相连，若强行献出，必会油尽灯枯。你制定米其林体系，开创分子料理雏形，为世界美食界留下了无数瑰宝。你的时运该留着继续守护高卢料理，而非赠予我。哦，林月，你让我见识了真正的强者风范，在我心中，华夏国已经是世界第一。
本轮对决，华夏国林月胜，华夏国时运排名升至世界第2。太棒了！华夏国！万国时运擂台终极对决，华夏国 vs 联邦国。躲了这么久，也该出来算算账。我倒要看看联邦国藏着掖着的 S 级巅峰处士究竟有何能耐。这是联邦国的时运光柱，我怎从中察觉到了许多国家的时运气息？是凯伦，联邦国最强大的 S 级巅峰厨师，倒是比我预想的更有分量。居然是凯伦，联邦国韬光养晦30年的终极杀技。他30年里踏遍全球70多个国家，掠夺许多顶尖料理技法。他的时运不是单一属性，里面混杂着数10种不同国家的时运气息。这掠夺式的时运积累太霸道了。海伦靠着掠夺他国时运本源，早已突破 S 级巅峰。孝林这次要面对的对手其实是万国。耶，凯伦大师！他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联邦国的美食霸权无可撼动。那不是我们撒哈拉烤羊排的时运吗？那股气息里有我们国家的时运，他居然真的掠夺了我们的本源时运。我感受到我们朗姆94国府的料理时运了。剽窃者，掠夺者！你们联邦国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吗？怎么在各个国家都化圆了时运呢？这个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，强者为王。今天我便用这汇聚全球的时运，碾碎华夏文脉，让联邦国成为唯一的时运主宰。那些是什么？是联邦国研究的料理吗？为何我却从中感觉一股莫名的熟悉感？居然还有唐人街的叉烧，这不是华夏的美食吗？怎么被联邦国掠夺了？难道说华夏文化大断代背后其实与联邦国有关？我的菜名为万国霸权斩，融合多个国家的料理技法，吞噬各国时运本源，这才是美食的终极形态。太恐怖了！他不是在烹饪，是在以料理为媒介，催动掠夺来的全球时运形成碾压。暗银色光柱的威压还在攀升，它在不断吸收周围的天地灵气。华夏光柱被彻底压制，连反击的余地都没有。华夏光柱的文脉气息正在被吞噬。赤红之龙还要成我主子了！华夏文脉，岂容你肆意践踏！林月，你在挣扎什么？我汇聚全球70余国的时运本源，技艺、食材、力量皆碾压你，你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。你以为击败奥古斯丁就有机会登顶美食擂台吗？在霸权面前，你的坚持不过是笑话。居然如此强大！难道真的要靠掠夺才能赢得胜利吗？林月加油，顶住！那股威压太恐怖了，林月会不会有事？林月，
生掠夺的时运虽强却无魂，可华夏的正宗味道究竟是什么？是山珍海味的华贵，还是技法的极致？不，真正能感动人心的，从来都不是这些。是家的味道，是团圆的温暖。即便这个世界美食文化断代，没人记得它，可这藏在血脉里的情感，从未消失。可笑，临死前还在做这种不知名的破烂料理。华夏料理不过如此。华夏国的选手把猪肉剁成了肉馅，这是要做什么？他身上的时运被联邦国吸收的差不多了，还能做什么呢？和上次他做的肉夹馍不同，他这次把生肉馅包在了面皮里。快看，他头顶的华夏光柱依然在被碾压，赤红巨龙几乎失去了生息。差距太大，凯伦的时运是掠夺全球而来，量级上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。林月能够支撑到现在，已经是奇迹了。华夏光柱已濒临破碎，林月选手的时运消耗殆尽，文脉气息几乎断绝。在联邦国面前，谁都没有反抗之力。明明是从未见过的料理，为什么我看到之后却特别像我爸妈呢？啊，圆圆的面皮裹着馅儿，像耳朵一样的料理，为什么感觉这么熟悉呢？我这心里怎么酸酸的，但是又暖暖的。受死吧，林月！我要让你亲眼看华夏文脉覆灭！林月，我把我的时运给你！林月，加油，林月！不能输！加油，你行的！不能输！我们要和林月站在一起，和华夏站在一起。凯伦，你以为掠夺全球时运就能掌控霸权？不可能！这些普通人的时运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强的力量？时运的根基从来不是掠夺，而是迷信，是血脉中的情感。不，我的时运怎么会？那些是你的时运吗？你能抢走技法，抢走食材，却抢不走刻在骨子里的传承。时运反噬，你活不过3日。万国时运擂台终极对决，华夏国林月胜。华夏国
正式成为世界时运第1强国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哎呀，赢了！我们赢了！华夏时运世界第1，民心所向，无可匹敌。这才是华夏文脉真正的力量，是任何掠夺都无法撼动的根基。华夏国成为世界时运第1强国。林月，从今往后，你便是万国时运联盟盟主。愿你带领世界美食界重拾料理的初心。我始终相信，美食无国界，但有根脉，民心与传承才是永恒的根基。